黑帮，死亡与暴力的代名词。他们往往从事着肮脏的勾当，比如抢劫、控制赌场，甚至拐卖人口等等危害着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虽然有的黑帮被政府承认合法，但他们造成的危害同样巨大。今天来看世界上最致命的10个黑帮。第10，血帮。血帮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街头黑帮之一，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是非裔美国街头帮派，现在已扩散至全美。他们通过佩戴的红色头巾以及独特的帮派首饰和特殊的帮派符号来识别。到1978年，血帮在美国一共发展了15个支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血帮开始参与毒品生意，并且为成员提供毒品以供吸食。从此，血帮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巨大。他的最大对手就是瘸帮，他们以蓝衣为主，是美国最大的2大帮派，也是仇恨最大的2大帮派。血帮每年要对大约50起谋杀案负责，当然这只是一些明面上的谋杀。第9，瘸帮。这是一个主要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帮派，于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由15岁的少年成立，一度是一个单独的帮派，现在是一个由各个分支松散的组织在一起的网络，经常公然互相对抗。帮派源自洛杉矶的中南区，这个区域被一条海港高速公路分成东部与西部，与繁华的贝弗利山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教育落后，房屋破败，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此，失业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3倍。它也就是上述血帮的死对头，人数是血帮的3倍左右。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帮派已经成长为美国最大、最有势力的帮派之一，成员人数远远超过3万人。该帮派参与谋杀、抢劫、毒品交易和很多其他的犯罪动作。该帮派以其帮派成员穿衣服时使用浮夸的蓝色而臭名昭著。瘸帮每年要对大约60起谋杀案负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视频，请帮所长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你将不会错过任何推送。第8，黑色游击家族。1963年8月2日，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林肯纪念馆发表言论后，掀起了境内黑人与白人的争斗，超过25万的黑人开始奋起反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乔治·杰克逊认为可以组建一支仇恨白人的黑人游击家族，在监狱之中的黑人更加受到杰克逊的鼓舞。随后队伍一步步壮大，杰克逊已然成为这片监狱的实际控制者，即便是有人刑满释放，仍然以此作为势力发现，逐步成为拥有上万名黑人打手的超级帮派。之后，塔文·怀特当选了新一任的帮派首脑，如今帮派人数在4万5千名左右，每年至少造成80起与其相关的谋杀。第7，光荣会。光荣会是横行那不勒斯地区的4大黑手党之一。光荣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1年意大利统一后不久。意大利的统一无法立即为全意大利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意大利南部是贫穷的。在这种情况下，光荣会应运而生，卡拉布里亚大区活不下去的农民组成犯罪团伙，以绑架勒索富人为生。据统计，2009年光荣会非法活动总计收入780亿欧元，占到当年意大利 GDP 的4.8%，它已成为意大利最强大的黑手党组织。光荣会长期参与谋杀、勒索、贩毒及走私武器等勾当，每年至少制造100起谋杀案。2014年有报告指出，他们的收入比德意志银行及麦当劳的总和更多。第6，墨西哥黑手党。墨西哥黑手党说的并不是位于墨西哥的帮派，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强大的监狱黑帮。它是由第一代领导人特雷西在监狱里创建的，大约有3万名成员组成。近年来，这个组织越来越壮大，从加州扩散到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以及德州。现在这个黑帮被很多人掌控着，而他们手下的人都非常忠诚，随时可以命令他们谋杀警卫或者敌人。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成员也已经混在美国军队内。
他们在监狱外的同伙负责监狱内同伙的全部。第五，地狱天使。地狱天使帮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黑帮，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势力尤为壮大。二战刚刚结束后的1948年3月17日，地狱天使机车俱乐部在美国圣贝纳迪诺地区成立。50年代是加入成员最多的时候。1961年，经过仅20年的发展，帮派从加州独有的现象，成为了国际性的机车俱乐部。地狱天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军火交易、毒品生意和垄断色情娱乐场所。几乎俱乐部的每一个分部都会经营的致富项目是大麻种植物。垄断化经营、高度组织、纪律性和够狠是他们成功的法宝。他们每年至少会造成200起谋杀案。第四 ，MS-13。MS-13恐怕是美国最危险的黑帮了。他们的发源地在萨尔瓦多，而该团伙的成员已经遍布全国，并且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都有他们的势力。他们曾参与多起跨国贩卖毒品和走私武器的案件，并多次将外国人非法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他们除了从事一般的犯罪活动外，据报道他们的威胁还远不止如此。这个黑帮被发现与基地组织有染，该组织的犯罪手法凶残，包括手挥弯刀进行攻击、抢劫、肆意强暴妇女，经常与其他黑帮组织发生火拼。第三，日本黑社会，也被称为日本极道，是指日本社会里从事暴力或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人士或团体。日本极道包括了21个组织，而山口组是里面最厉害的一个。10年前，日本黑帮成员就达到了6万人，而当年日本人口总数为1.27亿人，占据了日本人口总数的1/1000左右。这些日本极道经常参与帮派竞争、谋杀案、寻衅滋事等案件，但山口组之后逐渐转型，趁机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到零售业、演艺业、安保业和政界当中，最终成功洗白。在顶峰时期，他们每年至少会造成400起谋杀案。第二，雅利安兄弟会。雅利安兄弟会的前身是蓝鸟帮，全由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白人囚犯组成。上世纪60年代中期，监狱里非法走私和暴力行为剧增，蓝鸟帮和其他帮派联盟，组成了新的组织，也就是雅利安兄弟会。他们都以白人至上的思想为根基发展。即便是在兄弟会只有几十个成员的60年代，这个组织也是出了名的血腥残暴，哪怕是最轻微的冒犯也会招致杀身之祸。有时这些暴行甚至就发生在监狱的空地上，杀鸡儆猴。据说全美国近1/3的监狱死亡案件与他们息息相关。第一，三合会。三合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现在实质上的三合会已经不存在，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洪门三合会，因此现在一般用来泛指由华人组成的黑社会犯罪组织。洪门三合会原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但近半世纪以来，三合会的各帮派已变成包括收取保护费、贩卖毒品、洗钱等所谓黄赌毒的偏门行业的代表。个别成员亦会进行偷窃、诈骗、绑票及恐吓勒索等犯罪行为。香港大型的三合会会员约20多万人以上，大部分小型街头帮派里中有10%的成员是活跃分子。如果统一所有香港三合会和黑帮，可达至50万人以上。因此，香港往往将三合会与黑社会混在一谈。你认为这些黑帮恐怖吗？你还了解哪些恐怖的黑帮？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